这位男士在韩国娱乐界简直是翘楚，孔泰星完美的无可挑剔，他甚至成为了众多女爱豆心中的白马王子。但是有这么一人，一听到孔泰星这个名字，浑身就起了一层鸡皮疙瘩。韩星关掉了收音机，对于孔泰星众人迷的美名，他只是冷笑。鲜有人知晓韩星与孔泰星之间的关系，他们实际上是同一所大学的校友，还一同参加了毕业典礼。校园生活结束后，孔泰星踏上了明星的道路，一跃成为了当红明星，而韩星却成为了一名经纪人，每天都在为旗下艺人操碎了心。这一天下班以后，韩星精心打扮后去参加相亲晚餐，相亲对象各方面条件都很优越。他得知韩星从事演艺行业，立刻聊开了话匣子，谈论起自己妹妹对孔泰星的狂热迷恋，还详细描述了妹妹的追星经历。聊天的气氛十分融洽，两人相谈甚欢。突然，韩星的手机响了起来，是记者打来的电话，询问关于公司艺人的恋情绯闻。韩星心里焦急万分，原本打算稍后回复，结果一回到餐桌，手机就收到了一条紧急短信，说是公司艺人的恋情被媒体曝光了。他内心翻江倒海，万分焦虑，不禁脱口而出了粗话。紧接着借用了相亲对象的手机，一边查看新闻，一边急切地联系同事们处理这个危机。相亲对象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等候了许久，期间还被韩星误了约。不必多说，这次相亲显然是泡汤了。韩星打了无数个电话，终于处理完了这突发的公关危机。回到家中，他一口气喝光了饮料，抬头一看，饮料罐上印着孔泰星的脸，他顿时感到有些反胃。在公交车上，车站的旁边，高楼的大电视屏幕上到处都是孔泰星代言的广告画面，韩星实在是避无可避。他思绪飘回到孔泰星出国前，那些亲昵的举动令他心绪不宁，心头乱成一团。时间飞逝，转眼孔泰星在非洲的援助已经满1年，他的房间里贴满了和韩星的合影，他写下了感言卡片，请工作人员帮忙翻译，想在离开前和非洲的朋友们道别。工作人员赞他既帅气又善良，像个天使。孔泰星有点不好意思的笑了。今天公司安排了体检，韩星和另外3名同事一起前往。体检还没开始，就有2个同事被叫走处理紧急事务，只剩下他和一个新人坚持到最后一项检查。新人的手机响了起来，韩星紧紧拉住新人的手，用眼神恳求他别离开。结果不到2秒钟，自己的手机也响了，又是旗下艺人闹出的新闻，被拍到了接吻的照片。此时任何言语都显得多余，韩星怒火中烧，迅速敲出处理方案的键盘声。忙碌过后，体检室里只剩他一人。韩星打了麻醉，半梦半醒间还在应对各种绯闻。就在这短短的睡眠中，手机接到了100余通电话，收到了成堆的未读短信。麻药效果未消，他仍匆忙往公司赶。这次轮到公司顶梁柱孔泰星陷入丑闻，有人指责他对其他志愿者施暴，这个指控性质极为严重，所有人都心惊胆战，害怕这是真的。但韩星的话如同强心剂。아니야，공태성은 아니야，걱정 안 해도 돼。经过严格的核实，孔泰星其实只是在踢足球时不小心踢到了其他人的头。韩星和同事们沟通了1个下午，才澄清了事实。最后，媒体上关于这件事的误会终于被澄清了。孔泰星那点心机，没人比韩星更了解。大概率事件就是这么发生的。孔泰星因为自己的球技被取笑，遭到其他志愿者的戏弄，他表面上笑哈哈，却趁踢球之际给那个嘲笑他的人一个小小的教训，然后假装是自己失误，跑去表现关心。时间真的飞逝，孔泰星归队的日子就剩下6天了。韩星照常去休息区喝咖啡，但这次他刚转身，孔泰星突然出现在他面前。这位风头正劲的男星竟把他逼到了男厕所的角落，尽管女孩一直在哀求，他还是爬到了隔间的上方。那副凶狠的表情配上他的举动，女孩只得小心翼翼地从隔间里走出来。孔泰星气得牙痒痒，愤怒地朝空气出了几拳，因为他要向韩星展示自己的男子气概。就在他正解开腰带的时候，一群壮汉冲进了男厕所，用尽全力才把他拦住。但那时候孔泰星的表情已经完全失去了人的样子。韩星每当想起这件事，总是会连续几天做噩梦。这是发生在6年前，那时韩星还只是个新手，在报道时因为2个错别字，他让孔泰星上了热搜，结果大家都误会了孔泰星某些方面有问题。从那以后，2人之间的恩怨就此拉开。作为经纪人的韩星，只要迟到秒，孔泰星就要当众指责。小组开会时，他非要旁听不可。午休超过30分钟，他就在旁边唠唠叨叨，甚至连寒暄喝咖啡都被孔泰星限制，以后不得超过2杯。公司里资历稍长的员工都知道他们俩之间的过节。在挑选新剧本时，孔泰星特意挑剔，拒绝了韩星推荐的剧本。他拒绝的理由是，韩星的表情让人觉得太生硬，觉得他的态度缺乏真诚。一天又一天，韩星感到非常难熬。他看着那些迷妹们崇拜地跟孔泰星的广告牌拍照，不屑一顾。此刻孔泰星在摄影棚拍摄杂志，公司里闲着的人都跑去围观。那湿漉漉的发型，撩人的腹肌，迷离的双眼，让人看了忍不住心动。拍摄结束后，孔泰星到处找韩星，他没找到韩星，感到非常不满。除了几个高层，没人知道孔泰星实际上很在意韩星，
因为韩星的一个错别字让孔泰星登上热搜，领导层决定解雇韩星，但作为受害者的孔泰星却坚持要保留韩星的位置。关于孔泰星认为对方的道歉不够真诚，而拒绝参演新剧的事，他已经向董事会说明了情况。那年在非洲做志愿者时，孔泰星经常收到粉丝们的慰问信，但韩星连一封信都没寄，一通电话也没打。同事们视频时，他在视频背景中看到了韩星，急切地想引起他的注意，想让他看看自己在非洲的精彩生活。结果韩星连头都没抬，就忙着和同事分享美食去了。这件事让孔泰星夜不能寐，一直记在心里，不明白为何当时韩星不联系他，因为在心底，这才是他们相互斗气的真正原因。与此同时，公司的同事在论坛上意外发现了一张照片，照片里正是孔泰星和韩星的合照，这让人惊讶。这位当红男星和他的经纪人竟曾是校园里众所周知的情侣。这对曾经的大学恋人，一个飞升为顶尖红星，另一个则成为了娱乐圈的经纪人。孔泰星始终对自己严格要求，练出了一副完美身材，他的事业发展的如日中天。而韩星则像个典型的职场打工人，每天都是电脑前忙个不停。一向以来，孔泰星总是自带光芒的人物，但先有人注意到，这位耀眼的明星总是悄无声息地关注着韩星的动态。当听说韩星要去相亲，孔泰星紧张到一口气喝下整瓶水，即便在工作中，也会不时地偷偷观察韩星，有时候不留神，甚至会弄伤了自己的手指。他们虽然早已分道扬镳，可孔泰星心里似乎始终留了韩星一席之地。那晚，韩星独自走进影院看电影，原本以为能享受一场独自的电影时光，可电影才刚开始，却没想到旁边坐下了一个人。他万万没想到，竟是他的前男友孔泰星。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勾起了他对两人大学时代的回忆。尽管他们曾是恋人，现在每次相遇却总是剑拔弩张。就在1年之前，孔泰星的竞争对手计划前往非洲做慈善，孔泰星本无意参与，谁知被韩星的冷嘲热讽激怒。他讽刺他看起来并不像会去做慈善的人。此话一出，这激起了孔泰星的斗志。然后第二天，孔泰星决定赴非洲的消息就霸占了头版头条。自那以后，孔泰星在非洲坚持挖井达1年之久。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但这经历让他回国后的人气更上一层楼，粉丝群体更是分布各个年龄段。他的肌肤也因阳光而变得更加健康多彩，公司内外都对他的超高人气惊叹不已。韩星表面装作不理解，但看到孔泰星应付粉丝请求精疲力尽时，他心中难免生出些许担忧，担心孔泰星会因劳累过度而血糖过低。于是他掏出一块糖，让助手偷偷递给孔泰星。果不其然，含上那块糖的那一刻，泰星仿佛重获新生，精力充沛。这件小事证明了韩星的关心是有道理的。他偶然间瞥见公司为艺人准备的压力评估表，看到孔泰星的得分竟是满分，这意味着在光鲜亮丽的表面下，泰星始终承受着作为顶级明星的重压。而韩星此时已经从担忧转到了深深的心疼。这位顶尖明星在签售会上差点跌倒，经纪人本能的想上前搀扶，然而下一秒让人哭笑不得的是，韩星紧紧抱住了泰星的大腿，他恨不得有个洞可以钻进去。反而是孔泰星晚上在家里反复回看韩星的尴尬瞬间，这段视频在网上已经点击破千万，网友们纷纷留言调侃韩星的膝盖好像装了滑板鞋。孔泰星看到这些评论，乐得差点喘不过气来，他细心地浏览每一条评论，生怕漏掉任何一个笑料。而韩星这时正躲在被窝里愤愤不平，昨天的情景在脑海中挥之不去，他认为可能这辈子都不会有比这更糗的事了。第二天，泰星正在拍摄杂志封面，见到韩星来到拍摄现场，他主动向摄影师提议要摆出一个最近网上火爆的姿势。公司最近在策划新剧，决定给2个新人机会，一个是诚恳朴实的宰贤，另一个是冷艳女神柔娜。宰贤对这行业内的虚情假意不屑一顾，但当2人开始对戏，结果却是状况百出。柔娜说完台词，宰贤紧张的接不上话，而宰贤说台词时，柔娜却在抱怨片场的蚊子，这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哭笑不得。幸好泰星对新人相当照顾，不停地鼓励他们。泰星原本拍戏心情很好，但第二天一早醒来后，泰星一早就发现助理在片场晒他的内衣，仿佛要让全天下人都知道似的。他气得差点宣布停拍，但在公司能让他息怒的也就只有韩星了。他带领着同事们直奔超市，扫光了所有明星代言的零食和饮品，带到片场分享给大家。泰星看到这情形，心里偷着乐。收到专为他准备的零食盒后，泰星心软了，最终妥协。原本以为他们的关系会更进一步，没想到却砸入了第三者。韩星在公司开会那天，连理事都忍不住调侃那件尴尬的事。看着同事们一个个窃笑，坐旁边的都律师满头雾水。他拿起手机，认真地看起视频。看完后，他的评价是非常萌。第二天，韩星独自坐在咖啡店里，律师看到立即拨通他的电话，2人在咖啡馆聊得很开心。这时的都律师似乎心生其他念头，公司里的人最近都在八卦，他们怀疑孔泰星和韩星在交往。因为孔泰星的缘故，这个月大家的工资又涨了。韩星仔细思索，
发现孔太兴并不像他想的那般糟糕。那天他滑倒在地，孔太兴第一时间就想办法帮他。正当这时，都律师突然出现了，他询问韩星是否和孔太兴恋爱了。听到这话，韩星觉得他一定是疯了，但出乎意料，都律师竟然开始了他的告白模式。他一到现场，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在他身上，他却只是紧盯着角落的韩星，走过去，露出一丝邪魅的微笑，然后大步离开。这分明是公然的挑衅。几天前，一个帅气律师和韩星搭讪，不巧的是，这一幕被孔太兴看见了，在他的地盘上，竟敢觊觎他的女人，这种事他怎能忍受？孔太兴特意靠近韩星耳语，悄悄地表现出自己的所有权。在拍摄的那一天，孔太兴刚撑过一个不眠之夜，眼皮沉得像铅块一样，但只要一提起韩星的名字，他瞬间精神抖擞，嘴角勾起一抹狡猾的微笑。可惜韩星总是和他唱反调，你想让他往东，他偏要往西。孔太兴在补妆的时候，却看见韩星正和别人开怀大笑。孔太兴拍完了一场戏，韩星依旧在那儿笑着聊着，他演绎的动作场面如此精彩，韩星却连个眼神都没给过。直到演完一场令人心酸的戏，孔太兴再也忍不住，脸上的泪水尚未干透，就跑去韩星那里显示存在。和孔太兴对戏的女演员是他铁杆粉丝，能与偶像共演电视剧主角，他感到无比光荣。然而每次拍完戏，孔太兴似乎对他不太上心，而是到处寻找那个熟悉的身影。当天韩星没有来，他应邀为母校做讲座去了。毕业许多年，校园里仍然随处可见孔太兴的海报。记得当初拍摄校园宣传册，学校还特别挑选了他们韩星和孔太兴这对俊男靓女来撑门面。摄影师甚至要求做出比心手势，营造出来到这学校就能找到像孔太兴这样的男友的幻觉。韩星嘴角带笑，心里却在吐槽。宣传册拍摄结束后，韩星的噩梦随之而来，他和孔太兴成了所谓的校园情侣。孔太兴在大学就极受欢迎，立刻有人说是他缠着孔太兴不放，无论他走到哪都逃不过旁人的指指点点。他每天都提心吊胆，甚至不敢去学校。但这次回到母校，他在校长那里听到了不一样的故事。韩星受流言蜚语困扰时，孔太兴曾找到校长的办公室，孔太兴请求校长撤回所有宣传册，但宣传册已经开始大量印刷，这让校长感到非常棘手。孔太兴却没有半点迟疑，大方地承担了全部责任。他甚至每年都义务帮学校拍摄宣传册，在他的带动下，宣传册成了炙手可热的宝贝。韩星始终对孔太兴有成见，却没想到他还有如此令人感动的举动。正当他心生感激，手机接到孔太兴发来的宣传册图片，原本自律的顶级明星居然传出了不体面的流言。有人说他极不讲究个人卫生，头上的气味令人难以忍受。面对这样的污蔑，孔太兴表现出了难得的宽容，在没人注意的情况下，他偷偷摸了摸自己的头顶，靠近闻了闻，似乎真的有点汗臭。他立刻用毛巾包住头，匆忙离开了健身房。回家后，他洗了2个小时的头发，不遗漏任何一个死角，细心吹干每根头发，直到经纪人夸赞他头发香味扑鼻才罢休。至于所谓的夜店风流，完全是无稽之谈。韩星更换了好几个关键词搜索，但什么照片视频都没有找到。像孔太兴这种注重形象又不喜欢热闹场合的人，绝对不可能出现在夜店。经过他的推敲，关于孔太兴常去夜店的传言，应该是从一次采访中误传的。孔太兴曾分享保持身材的秘诀，就是频繁去健身房，因为在韩语里，健身房这2个字的发音恰好和夜店相同，结果误会就这样传开了。至于头上有异味的谣言，要向公众澄清确实很困难。据说孔太兴为此洗头洗得非常勤，几乎把头皮都洗薄了，即便隔着很远，韩星都能感受到孔太兴那沉重的心情气场。他显然还在意别人说他头发有味的闲话。俗话说得好，了解自己和对手，才能无往不利。孔太兴安排经纪人一个机密任务，调查那个和韩星关系匪浅的都律师。这位律师长相帅气，才华横溢，而且出身富裕之家。孔太兴对此毫不在意。说到曹操，曹操就到，都律师搬到了隔壁，还特地送来年糕拜访邻居。没想到新邻居竟是自己的情敌，孔太兴心中并不欢迎。律师自己也有些不高兴，一方面要警惕别人抢走韩星，另一方面还得忙于拍摄工作。孔太兴感到身心交瘁，即将到来的采访问题全部交给了韩星来应对，因为没有人比韩星更懂他。有一个问题，韩星也不是很明白。对于孔太兴而言，生命中最剧烈的一刻，是在大学毕业时拥有了1000万粉丝，或是第一次获得男主角奖的时刻，亦或是去非洲做志愿者的经历，总是能让身边的女演员心动不已。加上他的精湛演技，戏拍完之后，女演员们都深陷其中，无法自拔。但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此时的女2号与男2号却在全程笑场，让剧组人员耐心磨到了极点，重新开始拍摄。2人终于能够认真对待，但因为情绪过于低落，表现依旧未达预期，剧组工作人员都快要头疼死了。忙完一切，已是深夜，孔太兴累到眼睛都睁不开，但一旦提起韩星，他的疲倦一扫而光。一想到韩星可能会被别人夺走，孔太兴极度的难以入睡，脑海里不停回想那句话，他刚才还和我在一起。于是他尽力自我安慰。韩星和那位律师一起
一定只是因为工作的缘故。话说回来，两人同处一室，并不代表他们有恋情，因此他还是有希望。今晚先好好休息一下，再来计划下一步。第二天上班，韩星打着哈欠，他做了个怪梦，一夜未能安眠。他躺在孔泰星专用的沙发上，打算小睡片刻，不料孔泰星发来短信，问他躺在办公室是否舒服，真是吓人，宛如办公室装了摄像头。孔泰星还分享了个新闻头条，他最近被选为国民男友。对这个头衔，孔泰星有点小骄傲。采访前夕，韩星忙于现场准备，孔泰星走过来，偷喝了他手里的咖啡，还一脸理直气壮，看着真想打他一拳。记者也是孔泰星的铁粉，问他如何看待国民男友的称号。孔泰星谦虚回应，平常不太注意这些，感到有些不配，那副假惺惺的样子。韩星在心底暗骂。提到理想型时，孔泰星明确表示喜欢相处像朋友一样自在的人。同事们纷纷朝韩星看去，他们早就在磕孔泰星和韩星的 CP， 但韩星本人无动于衷，仿佛孔泰星与他毫无瓜葛。如果你忽然对某人感到好奇，那么恭喜你，你可能已经爱上了他。尽管他有时挑剔，但在孔泰星眼里，韩星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性。他生命中最浪漫的时刻几乎都与韩星共同度过。他们一同毕业，拍摄毕业照的那一刻，当粉丝数首次突破1000万，韩星比他还兴奋。第一次获得最佳男主角，他在领奖台上的感言，韩星在下面偷偷竖起大拇指。那次他前往非洲，韩星混在欢送的粉丝中，脸上写满复杂情绪。时间就这样飞逝，韩星已在他身旁多年。孔泰星沉浸在往事中，忽然他想到了什么，他想了解韩星的真心，趁新剧首播之际，悄悄坐到他旁边。同事们剧终后纷纷夸他帅到掉渣，动作戏份惊为天人。韩星却只是静静的观看，播完他就跑去天台接电话。他心里感到空落，在他的目光下，韩星略显尴尬的评价说他剧中角色很迷人，但孔泰星对这回答并不满意。韩星想起同事们开的玩笑，全国都爱孔泰星，他与他这么近，应该会有些心动。韩星嘴硬心软，心里不停回想他依靠自己的情景，怎能不动心呢？他曾专程去探班，他喝他咖啡时他会脸红。孔泰星对记者说，他喜欢像朋友一样的伴侣。他不禁幻想，闲时总翻看孔泰星照片，内心喜悦。可当记者问及孔泰星与其他女性的绯闻，他的回答打碎了他所有幻想。他只能勉强笑着，一再向记者透露孔泰星的恋情，亲手撰写恋爱报道，标题是戏里戏外的浪漫，配上孔泰星与女星的合照。明星总要演戏，尤其是像孔泰星这样的巨星。于是他决定放下期待，与孔泰星保持距离。这是韩星唯一能稍感安慰的做法。这位男星想向他的经纪人告白，他上网认真查找了保证成功率100%的告白方法。有个热门帖子贴了他的照片，称只要长得像他就行。孔泰星看了乐开了花，忍不住沾沾自喜。一位热心的网友分享了自己的恋爱故事，说只是帮对方系了鞋带，随后便开始了甜蜜恋情。孔泰星恍如顿悟，原来他与爱情的距离只是一根鞋带。那天在剧组，孔泰星开始练习系鞋带，那表情极其专注，比街边贴手机膜的还要认真。当他见到韩星时，孔泰星和经纪人都盯着他的鞋子，彼此心照不宣。韩星穿的是布鞋，却没有鞋带。第二天，韩星换上了平底鞋，依然没有鞋带。第三天，韩星又换了双皮鞋，鞋带依旧是没有的。孔泰星带着经纪人在公司守候，看到韩星穿了双拖鞋，鞋带还是没有，他不由得开始怀疑。在不懈等待中，终于到了实践的时刻。他向经纪人使了个眼色，经纪人立刻领会，开始实施计划。孔泰星大展身手的时候到了，他目光如炬，步伐矫健，满脸自信地走向韩星，优雅地蹲下身子，给韩星系上了鞋带，完美还原了小说中霸道总裁的场景。另一位热心网友分享了他的恋爱经历，他曾给喜欢的人递上一杯热咖啡，可能是情意相投，从那以后他们就开始了恋爱之旅，学无止境。孔泰星带着听话的模样递上了咖啡，韩星正要喝的瞬间，突然想到了什么。好在孔泰星有着坚持不懈的决心，在网友的鼓舞下，他相信真挚的感情胜过一切巧言令色，坚守这份心意就足够。目光紧锁韩星，情感无需言语传达。追求爱情路途漫长且充满挑战，经过深思熟虑，孔泰星决定写一封手写信，向韩星清晰表达他的感情。回想起第一次看到韩星是在电影院的那一刻，孔泰星因电影情节而感动落泪，以为电影院只有他一个人，却听到了韩星的哭泣声。韩星痛哭流涕，并不是电影太动人，而是因为他的成绩下滑，面临可能要重读的压力。孔泰星听此缘由，忍不住笑了。从那时起，韩星就在他心中挥之不去。他努力压抑内心的激动，希望能将自己满腔的情感传达给韩星。没想到韩星却怒气冲冲的责骂。原来就在前一晚，公司的一位艺人醉酒后在公园睡着，成了热门话题。为了让艺人写一封完善的道歉信，以平息这场风波，韩星带队通宵达旦，精疲力尽。对于手写信几乎怒不可遏，不必多言。孔泰星的告白再次失败，他躲在车里钻研剧本，呆呆地看着韩星的照片微笑，看着韩星与同事们热情拥抱。
极度让他无法掩饰自己的愤怒。有人拍了拍韩星的肩，孔泰星气呼呼地打了警告电话。经纪人想要加入那份热闹，却被孔泰星立刻叫了回来。在做完这一切之后，孔泰星心里的不安依旧，总觉得有人随时可能抢走他的宝贝。挖墙脚的阴影笼罩着他，他的直觉并没有错，都律师已经决定今晚就行动。而孔泰星连一句告白的话都还没想好，对方竟然邀请了经纪人参加庆祝新家宴会，却连个招呼也没向孔泰星打，这让孔泰星感觉异常不爽。他倒是想看看都律师究竟打的什么主意。孔泰星从没想到隔音效果好到让人烦恼，他斜眼一瞥，找到了凑热闹的借口。由于韩星未出现，新家宴会意外的宁静，大家默默品尝美食，气氛压抑，无人吭声。门铃突然响起，都律师以为是韩星到了，喜滋滋地跑去开门，却迎来的是孔泰星带着他代言的空气净化器。等待已久，韩星姗姗来迟，终于让气氛变得热闹起来。本来是来玩游戏，却不料变成了孔泰星与律师的较量场。大家玩着桌游，韩星却静静地欣赏夜景。都律师抓住机会向他表白，而孔泰星全神贯注于游戏，毫无察觉别人正在动摇他的地位。第二天他才从别人口中得知都律师向韩星表白的消息，前所未有的危机感涌上心头。孔泰星决定不再犹豫，要向韩星表白。其他男人的告白却让他显得手足无措，甚至还显得有些害羞。的男人围着他转，韩星不知如何是好。一个意外的桃花还算惊喜，但2朵桃花同时闯入就成了一个惊吓。孔泰星有些沮丧，感觉自己不知不觉中帮了都律师的忙。为何韩星与都律师相处可以那么自然轻松，而自己一表白就惊慌失措地逃开？难道他的情感就像洪水猛兽那般可怕吗？看着孔泰星这般苦恼，经纪人也不好随意下结论，建议他先列出曾经对韩星做过的错事。孔泰星信手涂鸦，一页纸马上就写满了。这么一来，他在韩星心中恐怕就是一个讨人厌的角色。难怪韩星听到他的告白会尖叫着逃跑，但情况还有改变的机会。经纪人拿出备忘录，建议孔泰星从共同的兴趣出发，逐步拉近与韩星的距离。他收集了韩星日常中最喜欢的食物清单，但让孔泰星沮丧的是，韩星喜欢的食物他一个都不爱吃。明天孔泰星将迎来重要的一幕，他要与女主角在戏中上演一场吻戏。女主角早已是孔泰星的铁杆粉丝，对即将到来的吻戏心中充满期待。他甚至带着唇膜，通宵达旦地练习接吻技巧，满怀期待地等待明天。然而在剧组，男二和女二是众所周知的冤家，彼此看对方都不顺眼，每次相遇都必争吵，因为两人关系实在糟糕。这场吻戏，男二号打算用替身，女二号更是绝情，竟然提出要罢演。最终在经纪人的软硬兼施下，他们忍痛演了这场戏。在嘴唇接触的瞬间，两人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情愫，激情的相吻，直到导演喊停，两人依依不舍。拍摄爱情剧，感情容易升温。孔泰星拍戏那天，宣传组的所有人都得去现场应对记者。韩星假装生病，但最终还是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起去观看孔泰星的吻戏表演。嘴里虽然不断吐槽孔泰星，但韩星仍旧缺乏勇气，目睹自己心爱的男人与别人亲密，唇未触前，他就默默地离开了。尽管和女演员的亲吻戏对于演员来说是家常便饭，孔泰星还是忍不住要解释，担心经纪人误解他与女主之间的关系。孔泰星还想再说些什么，默默地跟在韩星身后。这时，一个美女挡在了他的面前，问他为什么不跟前女友打个招呼。孔泰星满脸困惑，他根本不记得有这样一个前女友。在不断的提醒之后，那些被遗忘的细节才慢慢浮现。迟钝的孔泰星这才意识到问题不在于他常把韩星的鞋带捆一起捉弄他，也不在于他往韩星的咖啡里加鱼汁开玩笑。他告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从没给过韩星安全感。3年前，他和何真的恋情传得沸沸扬扬，尽管俩人私下里连一面都未曾见过，更别提约会了，但他还是因为和别人的一时气愤，承认了这段不存在的恋情。他和何真被冠以官方情侣的名号。现在想来，孔泰星感到无比懊悔，但过去的已无法挽回，再为自己辩解也毫无意义。更糟糕的是，那篇关于他恋情的报道还是韩星亲手所写。回想起来，他当时真的做得太不明智。自从韩星为他写下那篇报道后，他就长时间沉浸在失恋的痛苦中，工作的性质让他不得不掩饰自己的感情。在拍摄现场与其他工作人员一道，眼睁睁看着孔泰星和他的 CP 亲密，二人肢体接触，目光交流，听着旁人称赞他们般配，心中却不能有丝毫超越界限的举动。韩星每日因情绪消耗而精疲力尽，这份苦楚他不愿再尝第二次。孔泰星经过深思，决心给韩星来个电话，想对3年前的事情说明白，但电话却被韩星冷冷挂断。他说自己在开会。孔泰星沮丧地躺在沙发上等，犹犹豫豫，不知是否该再播一次。去拍摄地的路上，他与都律师在楼梯间不期而遇，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他听说都律师也向韩星表白了，可惜这10年来，韩星一直陪在他身边，和他关系最为亲密，估计他不会轻易给别人机会。孔泰星自信满满。不过半小时前，他已和韩星约定共进晚餐。孔泰星不信那一套，
决定亲自给韩星打电话确认。律师在一旁好奇地看他如何应对。都律师满不在乎地掏出手机，在孔泰星面前打给韩星。孔泰星急切地看着，都律师还故意将屏幕翻给他看，让他看清楚手机里的备注名。孔泰星彻底失去了冷静。韩星没接他的电话，反而和竞争对手有约。一向专业的孔泰星取消了当天拍摄，选了个浪漫场所，决定正式向韩星表白。孔泰星焦急地等待，每过一秒更加烦躁，因为他不确定韩星是否会出现。就在这时，一群游客经过，巧合的是他们全是他的粉丝。韩星接到消息后，匆匆赶往约定地点，出道并未见到孔泰星，心中不免有些沮丧。忽听旁边起了骚动，他好奇地走过去一探，见到孔泰星被众多粉丝围绕，正在忙着签名和合影，似乎没空理会他。韩星苦笑着给同事拨了电话，让他赶紧接孔泰星回家。这样一来，告白计划也不了了之。孔泰星签名签到手都快断了。不过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又一次错过了告白的时机。新拍的广告已经在大屏幕上播放，韩星看着那个帅气逼人的孔泰星，眼睛不由自主地亮了起来。拍摄时，导演让孔泰星展现出深情的眼神，他恰好对上韩星的目光，那眼神自然流露，毫不造作，藏在心里的爱意自然而然地透过眼神表露无遗。每当看到某人，心跳就不自觉加速，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宰贤被朋友这么问，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自从上次拍摄吻戏后，宰贤和柔娜之间明显变得微妙起来。拍广告的时候，两人都难以集中精神，互为拉面的表情就像是在勉强吃下牛饲料。导演忍不住磨牙，只得宣布中场休息。柔娜跟着宰贤走进化妆间，两人一拍即合，正吻的忘我。被经纪人们撞见，二人立刻心虚不已，紧紧抓住对方的头发，展现了演艺生涯中最精湛的演技。宰贤和柔娜的恋情进展的就像坐上了火箭，而孔泰星和韩星的感情经过这么多年仍旧停滞不前。韩星赴了都律师的邀约，面对他，都律师在思考，不知道是展现自己的工作实力更好，还是财力更能打动人，只希望能得到韩星的青睐。直到3年前，孔泰星公开了女友关系，那时韩星还负责与媒体沟通，没想到自己竟然如此痴心妄想。韩星这才恍然大悟，一切不过是自己的错觉。孔泰星宛若高悬的星辰，他却只是平凡的一员，小心地藏匿着自己的情感，终于苦尽甘来。却在此时听到孔泰星说喜欢他，他的心再次被触动。孔泰星发来一则短信，邀他共赴电影之约，他又包下了电影院的一场。但结果如同以往，电影结束了，韩星依旧没出现，他感到一丝失落，以为韩星不愿再见他。不料韩星回了一条短信：快来开门。韩星直奔孔泰星的家，追问他是不是钱多得烧得慌，几天来都在外面包场看电影。孔泰星原本备好了一堆酷炫的话，见到韩星却哑口无言，台词全然忘光。然而这样的坦白却更加打动人心，多年的暗恋中得以坦诚，在这一刻迎来了释然。就在两人准备接吻时，门铃声突兀地响了起来，吓得他们直哆嗦。韩星紧张的说话都不成句，让孔泰星别开门。孔泰星也结巴着解释，经纪人会用密码自己进来。韩星赶紧藏到沙发后，经纪人一进门便从孔泰星脸色看出了端倪。韩星在后面忍俊不禁，孔泰星也会因他而失眠。确定关系后的日子里，韩星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孔泰星的广告无处不在，这世界属于孔泰星，而孔泰星却属于他。一想到这些就激动不已，他对都律师给出了回应，告白遭拒，都律师却表现得颇为大度，表示仍可做朋友。下班后，韩星犹豫是否该给孔泰星打电话，这时孔泰星主动来了电话。原本总是争吵的两人突然甜蜜起来，这突如其来的转变让人有点不知所措，甚至尴尬到无话可说。每到中场休息，孔泰星都会去找经纪人拿手机给韩星发海边的风景照，渴望未来能和他一同来此地。短信里还附上一个小星星，他们互相分享各自的生活点滴，听着对方的声音进入梦乡。从前并未意识到1周的时间竟可以如此难熬。韩星一边整理孔泰星的照片，一边忍不住花痴微笑。孔泰星发来了几张自拍，韩星则自拍了100张，想要挑几张最满意的发过去，却因为手抖不小心全发了出去。孔泰星逐一查看这些照片，嘴角不禁露出甜蜜的微笑。明天的拍摄终将结束，但孔泰星抑制不住的想念，开车3小时来到了韩星家楼下。这串星星项链是他早已想好要送给韩星的告白礼物。匆匆见面之后，孔泰星又得马上折返，因为凌晨还要继续工作。两人依依不舍的告别，临走前孔泰星回头给了韩星一个吻，让韩星激动的再次尖叫起来。不久，孔泰星的恋情传闻满天飞，据说那位女士颜值不输明星，拥有丰厚的资产，还是个国内有名的律师。为了能每天见到孔泰星，这位律师搬到了他的隔壁楼道里，常能看到他们俩交谈的身影。这事的走向真是越发诡异，亿万富婆居然愿意给别人当保姆，而他做这一切只是为了接近风头正劲的孔泰星。富婆原本在孔泰星家伪装的相当不错，偏偏在见到孔泰星妈妈时露了馅。泰星妈妈在娱乐圈混了这么久，
对这位富婆印象深刻无比。记得那次在奢侈品店买手表时，因为抢到了唯一的限量版，富婆在店里大闹一场，还愤怒地踢了店长一脚。多年缺少母爱，孔太兴对母亲的信任荡然无存。他觉得母亲质疑家中保姆纯属找茬，便决然给了保姆走人的通知。然而母亲的女性直觉却在提醒他，这位保姆绝不简单。离开孔家时，富婆巧遇韩星，一眼就看到了他脖子上挂的星星项链，立刻露出一脸轻蔑。因为他打扫孔太兴房间时，在他口袋里发现过同样的项链。没想到韩国顶尖明星孔太兴的女友不过是个普通职员而已。韩星只知道她是孔太兴家的保姆，对她的真正身份一无所知。但他的直觉告诉他，这个女人身上有着不善的意图。他向同事打听自己项链的品牌，那位追求时尚的同事说，得看到项链背后的标志才知道品牌。这让他感到非常奇怪，因为那位保姆对奢侈品品牌如数家珍。他和同事加班调查，才揭露了那个保姆其实是个隐形富婆。她的社交账号里都是奢华度假和昂贵下午茶的打卡照。最让人震惊的是，她最近上传的自拍里正戴着与韩星一模一样的项链，并且还得意洋洋的配文，说这条项链没什么了不起。看到这里，这让韩星坐不住了。正当此时，宣传部收到了一个匿名快递，给韩星每位同事都送来了相同的星星项链，而且每条都是真品。特别为韩星准备的那一条，随信附来的话充满了讽刺。富婆在信中告诉韩星不要妄自菲薄，说她和项链一样没什么特别。在提出离职前，富婆还假惺惺地和孔太兴拥抱告别。孔太兴的世界观彻底颠覆，他愣在原地，久久不能回神，竟如此大动干戈。仅仅为了让人记得他的与众不同，有成气呼呼地去找富婆理论，质问他靠近孔太兴的真正目的。富婆满不在乎地反驳，笑问道：难道有钱人就不能做保姆吗？面对这种疯狂的行为，有成终于失去了耐心。回想当年自己还是个小经纪人，那时的孔太兴不过是个普通高中生。在那个寒冷的雨夜，孔太兴孤单一人坐在公交车站，看上去像是刚哭过一场，用那双忧郁又孤独的眼睛望着他。转眼间10年匆匆流逝，孔太兴如愿以偿成为国内的顶级明星。他对母亲满腔的怨气，内心深处却依旧渴望母爱。母亲没有新作上映，孔太兴总会默默走进电影院，边看电影边悄悄抹泪，直到看到母亲的名字出现，才戴上帽子匆匆离开。韩星无数次地目睹了这一幕，总是静静地坐在孔太兴附近，默默地注意着他的一切。一旦两人确立了恋爱关系，韩星就全心全意地守在孔太兴身边。孔太兴也感受到了他的珍贵，为了迎合他的喜好，孔太兴展开了一连串的挑战，例如薄荷巧克力挑战、糖醋里脊挑战以及菠萝披萨挑战。只要是韩星喜欢的，他都愿意尝试并喜欢上。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孔太兴的绯闻对象竟然不是韩星，而是住在隔壁的都律师。这场绯闻是一次电梯内的对话曝光后引起的。为了表示不屈服于舆论的决心，孔太兴坚持每天走楼梯上下班。意外的是，都律师也有同样的想法，两人就这样在楼梯间不期而遇。都律师热情地打了招呼，看着两人如此亲昵的样子，经纪人小哥意识到自己已经多余，祝福他们拥有永恒的幸福，按下电梯键，默默离开。片场今日异常宁静，平日爱吵架的宰贤和柔娜今天却异常平静，彼此背转身去，一句话也不交流。这份寂静让人感到不寻常，有些不习惯这样的氛围。没人知道，在这看似冷漠的外表下，其实是一场既尴尬又甜蜜的交流。这位顶流明星为了让女友开心，宁愿取消工作，带她到沙滩赏星星。或许是因为天气阴沉，韩星并没有看到星星，显得有些沮丧。孔太兴急忙指向天空，再指给韩星看后，孔太兴指着自己，自称是更耀眼的巨星，终于让他露出了笑容。韩星心中的忧虑是，他害怕有一天在孔太兴心中，自己变得不再那么重要，因为孔太兴总是在众人瞩目中闪耀，而他仅仅是幕后默默付出的工作者。在一阵沉默后，孔太兴询问他是否还记得他们第一次见面。其实早在那时，他就已经悄悄喜欢上了韩星。后来他们进了同一所大学，同一个公司工作，他却没意识到自己的真实感情总是通过捉弄韩星来吸引注意力，就像个小学生般幼稚。韩星默默地在他身边守护了这么长时间，他也决心用尽全部力量去保护韩星。俗话说，人红是非多，孔太兴在娱乐界红了这么久，始终是国内的顶级明星，刚摆脱了一个疯狂的富婆保姆，又出现了自称微笑男孩的黑粉头头，每天发信息来扰乱他的心态。微笑男孩发来一张打了码的员工证照片，声称他身边有个笑里藏刀的人。如果是以前的孔太兴，根本不会将这些放在心上，但自从发现信任的保姆竟是变态后，他的世界观开始动摇，看到每个人都挂着员工证，开始怀疑每个人。下班后，他甚至跟踪去了隔壁的都律师家，因为都律师也拥有一张员工证，而且他有充分的理由讨厌孔太兴。都律师哑口无言，看来孔太兴的单纯超出了他的预料，毕竟哪个黑粉会当面承认是黑粉呢？如果孔太兴不在5分钟内离开他的家，他就会多出一个法律知识深厚的黑粉。孔太兴正准备去片场拍摄，
笑面男孩又发来了几张照片，孔太兴陷入了深深的恐慌。这些难得一见的照片怎么会流出？肯定是他身边的人干的。他的第一反应是有成哥走出小区，记者的摄像机铺天盖地而来，追问他是否与那个年长的女演员有不正当关系。谣言的破坏力太强了，孔太兴一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他恍惚间晕了过去。看到韩星急匆匆地跑过来，不禁为有这样一个可靠的人在身边而庆幸。有成哥正在调查那个黑帮头目，对孔太兴的事情，他总是比对自己的还要上心。几年前，他陪孔太兴到江边走走散心，不料遇到几个醉汉对孔太兴骚扰，他担心反击会让事情复杂化，影响到孔太兴的声誉和事业，于是忍受了打击。韩星来看望时，看到有成哥傻笑着，还以为他被打傻了。在韩国，想要摧毁一个明星太容易了，只需一条无中生有的谣言，那个曾经的顶尖明星现在成了众矢之的。直到孔太兴昏倒，记者们的闪光灯依旧没有停下，幸好有韩星紧紧地把他保护起来。经过整整3天的昏迷，虽然散布谣言的人已经被抓，但舆论的发酵仍在持续，大家都在好奇孔太兴和那个年长的女演员之间到底有没有不伦的关系。平息这场风波的最好办法就是澄清孔太兴和女演员的实际关系是母子，而非恋人关系。问题在于孔太兴不愿意承认他有这样一位母亲。泰兴的妈妈这次回国并不想给儿子带来麻烦，她频繁地去找泰兴，因为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她患上了绝症，记忆正一点点凋零，可能哪天醒来就什么都记不得了。她希望抓住最后的时间向儿子孔太兴道歉。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她曾经害怕儿子的存在影响自己的事业，结果把儿子独自留在国内，让他孤独的成长。每当想起这些，心中满是歉疚。每天上班前，韩星都会去医院看望孔太兴，关心他的恢复情况。经纪人的举动更是夸张，直接在病床旁边搭了床铺，守护孔太兴整夜。有了他们的陪伴，孔太兴内心稍感安慰，他努力调整心态，回到片场继续拍摄，不想耽误剧组的进度。下车后，他向工作人员打招呼，却没人理他，连导演也避开了他。很快，经纪人带来了坏消息，拍摄被取消了。不用多嘴，也能明白导演是让他走人。无奈之下，经纪人只能带着孔太兴回家。孔太兴望着窗外，脑海中不断浮现过去的记忆。记得小时候，他曾快乐地跟着妈妈去电影节，妈妈却放开了他的手，对人介绍他只是自己的小侄子，和孔太兴合作过的女星多惠是孔太兴的超级粉丝，也是后援会的领头人。在舆论风波中，他每天都在和那些恶意评论者斗智斗勇，在每条恶意评论下反击，安抚其他粉丝的情绪，努力维护孔太兴的形象和后援会的和谐。听说导演们打算更换孔太兴，多惠听后感到十分心寒。如果导演们坚持这么做，那么也请一并将他替换掉。在多惠坚决的态度面前，导演们最终决定保留孔太兴，只是暂时将拍摄的重心转移到多惠一人身上，待孔太兴的负面新闻平息之后，再让他回归剧组继续工作。但是麻烦接连不断，孔太兴与女演员的绯闻还未平息，他在非洲的义子也被媒体挖了出来。孔太兴被怀疑与非洲女性有染，1年前他去非洲支援时，如今舆论骤然爆发，曾经的赞誉声此刻全都翻转，因此被曝光了他收养的非洲孤儿。面对那些狠毒的恶评，孔太兴深切体会到了舆论的恐怖，任由舆论继续恶化，他的演艺生涯可能就要终结。但最让人头痛的是否要公开孔太兴与那位女演员的真实关系。如果公开的话，虽然会保住孔太兴的名声，但这将深深伤害到他。作为宣传组的负责人韩星，必须得考虑到整体大局。有成哥知道他不好对孔太兴开口，主动去做思想工作，只知道维护个人利益的自私鬼。另一边，而柔娜和宰贤这对当红明星，幸好早些时候给大家留下了冤家的印象，他们的恋情被隐秘得很好，私底下却总是形影不离，别提有多甜蜜了。看着两人打闹的样子，经纪人心中反而安定。再看看孔太兴，在演艺圈摸爬滚打这么多年，积累了如此庞大的粉丝群体，却因为一场绯闻被打压至此。如果柔娜和宰贤的恋情曝光，他们的下场可能比孔太兴还要悲惨10倍。提及孔太兴身上的种种，宰贤也不禁感到担忧。柔娜明白他害怕的是什么，于是强装洒脱，做出了决定，提出了分手。柔娜的哭泣比当年抢不到爱马仕包还要悲伤，连孔太兴这样的顶级明星也因为恋情被放在了风口浪尖，他哪敢赌上两人的将来，只能选择及时止损，这才是明智之举。同时，公司的员工们也在疑惑，孔太兴与那位女演员是否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否则为何公司迟迟不给出明确回应，总是避而不谈。韩星听着同事们的私语，感到心情沉重，他将那个引发舆论风波的始作俑者叫到咖啡馆里见面，意识到事态已经一发不可收拾。微笑男孩只是觉得好笑，他对孔太兴和女演员的真相毫不知情，也对真相不感兴趣，他只是随意在网上评论了一句，难道是不伦之恋吗？没想到那些记者就开始瞎编故事，还有那个非洲孩子的事件，足以说明不止他一个人讨厌孔太兴，人们总是乐于落井下石。他报复孔太兴的理由很简单，就是不喜欢孔太兴的笑容，为此他给自己起了个网名，叫做微笑男孩。他还记得孔太兴
连朋友的葬礼都没去，却能在节目上笑得那么灿烂，这样的行为实在让人不齿。所以他根本不在乎真相如何，只要能借舆论之力打击孔泰兴就行了。至于韩星，他也不必在他面前装模作样。那些所谓的正义，早些时候为什么不用来保护那位无辜的艺人？微笑男孩的话直戳韩星的软肋。他看着孔泰兴的演艺生涯岌岌可危，经过反复考虑，韩星决定把孔泰兴和那位女性的母子关系公之于众，这让孔泰兴感到非常失望。他觉得韩星真正想保护的只是他的明星光环，而不是他自己。即便这样，韩星仍然为孔泰兴的妈妈举办了新闻发布会，追忆起那段为了梦想而放弃孩子的往事，孔泰兴妈妈深感愧疚，她怎么弥补都无法改变对孔泰兴造成的伤害。孔泰兴在电脑前看着妈妈的澄清，忍不住泪水滑落。他和韩星有共同的小习惯，就是给酒加糖果，希望能减少酒的苦涩，让它变得甜一点。这个小窍门是他们从已故朋友论语那里学来的，那是为了澄清误会。韩星曾公开论语的家事，他比论语还要难过，现在又揭露了孔泰兴不愿提及的秘密，他的心情自然是复杂的。新闻发布会结束后，舆论立刻改变了方向，曾经指导孔泰兴戏剧的导演准备了个大蛋糕欢迎他，热烈庆祝他回归。面对那张伪善的笑容，他感到无比讽刺，但还是配合着吹熄了蜡烛。多惠早已听说孔泰兴要回来了，此刻正趴在门边尽力偷听外面的声音，听见脚步声马上假装没事人一样。孔泰兴得知多惠为了不耽误拍摄，最近把所有戏份都接了下来，一定很辛苦，所以特地来安慰一下。孔泰兴不知道的是，多惠表面上和他对戏，私底下却是他的粉丝团头头，还是后援会的会长，支撑起了一半的粉丝力量。走前，孔泰兴叫了多惠的名字，没用上姓氏。多惠听到偶像这么亲切地叫他的名字，激动得不得了。对于一个粉丝来说，这简直是最亲密的肯定，在追星路上是无比闪亮的。当初孔泰兴被绯闻困扰的时候，他领养非洲孤儿的善举也被别有用心的人诽谤，甚至有流言蜚语说他和非洲女性有染。但现在真相大白之后，孔泰兴又被视为正义的象征。他不知道打开了通讯录多少次，却始终没有勇气按下韩星的号码。经纪人在外面打探到了真相，原来韩星是提前感觉到了媒体的不良动机，这些媒体为了吸引眼球，准备给孔泰兴贴上不实的标签。韩星是为了保护孔泰兴的声誉，才急忙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当孔泰兴知道了全部内情，他因为误解韩星而感到非常抱歉。他回到公司后，和韩星紧紧拥抱在一起。有些事情，韩星反复思量之后，还是决定最好告诉孔泰兴。孔泰兴的妈妈这次回国，是因为他得了严重的失忆症，他可能很快就会忘记一切。孔泰兴最终决定面对现实，去见了他妈妈一面。多年过去，他妈妈一直对于当年在公众面前否认自己的儿子感到愧疚，尽管没有完全履行母亲的责任，但他对孔泰兴的爱是毋庸置疑的。孔泰兴也逐渐理解了娱乐圈的复杂，对妈妈当初的难处有了更多的认识。母子俩坦白了一切后，也终于消除了之前的隔阂。但当孔泰兴回到家之后，他收到了一封红色的信件，信里的内容警告他不要忘记，论语之死与他有关。有个小鲜肉当上了电视剧的主角，但网上的评论却尖酸刻薄，大家都说孔泰兴更适合这个角色。结果第二天，那个小鲜肉就自杀了。他的经纪人对孔泰兴充满了怨恨，觉得孔泰兴在和论语做朋友的同时，还享受着被比较带来的优越感。经纪人成了孔泰兴的黑粉头目。刚踏入娱乐圈的时候，孔泰兴只是个有着深沉忧郁的17、18岁少年，总是愁眉不展，心情抑郁，难以开心。直到他转到公司宿舍生活，遇到了室友论语，他灰暗的生活才开始有了光亮。起初对这个不请自来的伙伴并不感冒，但论语总是不离不弃。当他刚来新学校，论语总是兴高采烈地跟他打招呼，下课后紧跟在他身后，像一只忠诚的金毛犬。孔泰兴性情乖戾，似乎和每个人都格格不入，而论语的性格却截然不同。他曾以为论语成长在一个充满爱的环境中才会这样乐观开朗，但他后来才意识到实情并非如此。除了学业，论语每天还得忙于各种兼职，他得自食其力，还要贴补家用。年纪轻轻就背负了沉重的生活压力。节假日时，两人就窝在宿舍里吃泡面。孔泰兴没有家庭，论语虽有家人，却也过得不容易。这两个孤单的心灵就这样互相依偎，成为了对方最好的朋友。后来两人各自都有所成就，论语被选为电视剧主演，然而第二天就传出了他自杀的噩耗。那几天韩星恰好重感冒，头脑昏沉，才看到论语未接来电，他回拨电话，但那头没人应答。不久后，公司就通知了他论语的死讯，他顾不上工作，直奔殡仪馆。只见经纪人失魂落魄地坐在一旁，论语的家人一个都不在。工作人员询问灵位上应摆放哪张照片，他一言不发，只是低着头。韩星选了一张论语生前最爱的照片，那张照片上的笑容是如此的灿烂，他的眼眶再次泛红。2年的时间悄然流逝，论语的忌日又到了，大家默契的都穿上黑衣来表达对他的哀悼。知道这事儿的人都会说这么一句，他是个真正的好人。韩星在搜索框里打上李论语的名字，看到了他的去世日期，心里难受极了。他一次又一次自责，
要是那天能接到伦宇的电话，或许他现在还能好好的。孔泰兴的感受也一样，他无法接受伦宇的去世，一个人跑去外地静静的待了1年。孔泰兴拿出了那封红色的恐吓信，他早就猜到发信的是伦宇的经纪人。如果经纪人靠着对他的恨意才能活下去，那他也愿意承担这一切。孔泰兴主演的新剧快拍完了，剧组的人说他拍戏时手机总是手不放，向韩星打听孔泰兴是不是交女朋友了。韩星心里有些不好意思，说自己对孔泰兴的事也不是很了解，毕竟他平时和孔泰兴关系一般。可是事情总是藏不住，才10分钟，他们俩就被发现在一起亲热了。韩星被吓得够呛，无论如何，他们的恋情必须要保密。为了掩饰这段关系，他让孔泰兴第2天别来公司。可第2天一大早，孔泰兴就带着满满一包零食站在办公室门口。韩星赶紧把他拉到一边，质问他是不是想把恋情公开。孔泰兴却一脸自信，他是这些零食的代言人，作为代言人分发福利，不会引起怀疑，还能顺便牵韩星的手。说真的，这场办公室恋情既紧张又刺激。韩星开会去了，记者电话来询问孔泰兴未来有哪些戏约，他考虑减轻韩星工作负担，所以说打算拍部办公室爱情剧。新闻迅速传开，办公室电话铃个不停，不由得多了许多工作。韩星头疼不已。作为明星，他们约会只能在家。孔泰兴想和别的情侣一样，带韩星去商场、电影院。韩星担心被拍，所以拒绝，提议租下整个影院。韩星觉得太奢侈，想出去吃个饭。韩星担忧餐馆会被偶遇，想去看汉江烟花，那儿记者狗仔队众多，在这小国家里，安全隐私无处不在风险，能自在见面的地方只有家和公司了。经过认真考虑，孔泰兴想出个绝妙主意，穿西装带着干劲来到公司，显示出提高演技的决心。之前演医生，为了角色真实，曾在医院实习1个月，这次要演写字楼恋情，就得在真实办公室体验，为此提升表演。正好韩星宣传组缺人，他就委屈点，跟韩星共用办公室。他提的要求一般不会被拒，就这么他潜入了宣传组，与韩星日夜相伴。虽然少部分人知道他们关系，但韩星希望孔泰兴低调点，别让同事察觉。孔泰兴庄严承诺，偷听韩星跟同事闲聊。孔泰兴意外听到爆炸新闻，韩星竟有双胞胎妹妹，还都在读高3。他惊讶于此，大家都知道的小秘密，他却浑然不觉。作为一个称职的男朋友，他居然连女友的基本家庭背景都没摸清。韩星对他了解透彻，他对韩星的了解却少得可怜，这让他感到有点失落。但他聪明伶俐，很快就想出了无数种方法去全面了解韩星。这位人气男神在私下里完全是个恋爱小白，女友开会，他在一旁偷听；女友忙碌，他在旁边玩扫雷，不时还给女友点上一份花束外卖。女友工作到疲惫时，他会送上一杯标有孔泰兴印记的温暖咖啡。但驱散疲劳的最好方法，并不是靠咖啡提神，而是孔泰兴的一些巧妙小动作。孔泰兴还总是自告奋勇，韩星却只是给他一个白眼。在工作场合能逗得他笑的，也只有孔泰兴一个。自从孔泰兴加入宣传团队以来，每天都像忠诚的小狗一样，紧跟在韩星的身后，卖力讨好。韩星表面上看似讨厌，心里却感到这样的孔泰兴特别讨人喜欢。为了深入了解韩星，孔泰兴想到了互换信息的点子，他主动帮忙给同事1号修图，而同事1号只需满足他对韩星的好奇心，就能享受他专属的沙发椅休息。不过修出来的图效果如何，他就不敢打包票了。信息收集完毕后，孔泰兴立马去帮同事2号撰写新闻稿。同理，同事2号只需解答他的提问，也能享受同样的沙发椅待遇。本来和谐的宣传组，在孔泰兴的帮助下变得乌烟瘴气，组员们也学会了借着韩星的名头，悄悄地差遣孔泰兴。快递堆积如山后，他们故意在孔泰兴面前提起，韩星最欣赏那些能快速拆快递的男性，拆得越利索，在他心中的地位就越高大。天真的孔泰兴果然中计，经过不懈的努力，孔泰兴的笔记本终于写满了，记录了吴韩星的方方面面，详尽的像是一本百科。这段时间以来，他终于明白韩星如何辛勤工作，如何保护艺人的名誉，他都看在眼里。他深深觉得这份专注努力的韩星非常酷，他就像星星，闪耀着耀眼的光芒。接下来的3天，韩星会陪同其他艺人出差。孔泰兴在等待中觉得时间过得特别慢，他把心思都放在了工作和折纸飞机上，希望韩星能乘着他的纸飞机飞回到他的身边。成哥虽然嫌他幼稚，自己却在不停搓着卫生纸，苦苦等待女友的归来。他原本计划明天回来，但韩星太想念了，所以赶上了最晚的一班飞机。他想给男友一个惊喜。韩星想告诉孔泰兴，还有一件事别人不知道，那就是在他的世界里，没有孔泰兴不行。现在另一对超甜的情侣宰贤和柔娜，他们的关系又有了新的进展。他们的感情发展总是比别人快一步。最近这段时间，柔娜总是觉得身体不适，检查后发现自己怀孕了。听闻这个消息，宰贤愣了几秒，然后迅速解下面包上的绑带，给柔娜戴在了无名指上。为了不让人发现他和韩星的关系，孔泰兴接下来1星期不能常去公司和韩星黏在一起，只能在宰贤和柔娜的婚礼上看着那对甜蜜的恋人，偷偷牵手许下承诺。
台上深情相吻，韩星也开始期待。和朋友们聊天时，他不小心透露了自己从未有过去济州岛的计划。这个秘密不小心被朋友告诉孔泰星了，泰星就认真制定了一个详细的旅行攻略，想要给韩星一次浪漫的体验。他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确保连自己的母亲都认不出来。谁知道一落地，忠实粉丝就认出了他。幸亏韩星反应慢一些，不然他们的关系就要曝光了。旅行的第一站，泰星想带韩星去一家隐蔽的餐厅，结果到了那里才知道，那个小小的餐厅已经人满为患。韩星上前去打听情况，原来是一对甜蜜夫妇在里面吃饭，难怪这里这么多人。他们来到了油菜花田，兴奋地拿出手机准备合影的时候，发现剧组的人马正奔这边来，看来要在这里拍摄，至少要忙上一天。韩星和泰星只好找了片小油菜花田，将就着拍了几张照片，打算回去后用软件处理背景。虽然泰星藏得很深，但还是被一些粉丝发现了。他们把发现的照片放到了网上，韩星开始担心，建议今天就别去哪儿了，在民宿里吃饭休息吧。看着疲惫的韩星，泰星心里难受。趁着韩星睡觉的时候，泰星给朋友们打电话，努力的把他们都召集到济州岛的花园餐厅。对韩星来说，这是一个大大的惊喜。这下他们终于可以不用顾虑那么多，在外面自在的吃饭了。因为是明星，泰星不能像普通人那样和女朋友公开出现在人前，连牵手约会都要在没人的地方小心进行。他对韩星感到很愧疚。看到流星时，他许了个愿望，希望能尽快公开和韩星的关系。第二天，旅行如期进行。他本来想带韩星去另一个花园，但那里已经有人了。他打算带韩星去秘密森林，但那里也被人占了。陶瓷店就更不用说了，那对夫妇在那里打卡，他们只好沿着海边走走，看看途中的风景。正准备深情一吻时，记者打来了电话，向韩星询问孔泰星是香河，一个素人去了济州岛约会。按照公司的处理流程，得先和当事艺人确认。韩星一本正经地问너 우한별이랑 사겨? 맞는데? 그럼 우리 공식 입장은 인정.